直到结婚前一夜，未婚夫给我发了一条对不起我还是爱他的消息，我才知道我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可笑的人。这么多年来，原来我一直都是那个他的替身，毫无保留的付出，终究是捂不热一块冰冷的石头。算了，就当老娘年轻不懂事，被狗咬了一口。我手机屏幕凉了好久，那条来自陈玉的消息像淬了冰的针，直直扎进我心里。对不起渊渊，我还爱他。短短9个字，没有解释，没有歉意，直接把我从幸福的憧憬里拽进了冰冷的深渊。我指尖发颤，盯着键盘敲了右删，想问他那我算什么？想问他之前的承诺都是假的吗？可发送键按下去的瞬间，我笑了，那醒目的红色感叹号比任何狠话都要来得刺眼。我内心在咆哮陈玉，你好狠的心啊，说走就走。微信电话甚至支付宝好友，所有能联系到你的方式全被你拉黑得干干净净。我攥着手机坐在空荡的客厅里，窗外是明天要布置婚礼的酒店方向，而我婚礼前夜被未婚夫抛弃，成了这世上最可笑的人。无名指上的订婚钻戒硌得我指腹发疼。我突然想起当初你选这枚戒指时说，这是我见过最衬你的，后来才从你朋友嘴里知道，这根本是你白月光当年想要却没得到的款式。原来从始至终我都只是他的替身。我挺天真的以为我们能踩着红毯走向婚姻，以为你看我的眼神里至少有一丝真心，以为你早就把它放下了，可现实偏要撕碎所有幻想。结婚前一天，我被所有人称赞的完美男友亲手把我丢在了原地。第二天醒来时，手机在枕头边震得发烫，未接来电密密麻麻全是催问婚礼的。我划开接听键，母亲刺耳的声音瞬间冲出来，顾渊，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，阿玉到底怎么回事？婚礼的宾客都在问，我们顾家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。我捏着手机，喉咙发紧，却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语气，还能怎么解释？就是我被甩了呗。话音刚落，那边的责骂像冰雹一样砸过来，你是不是又耍脾气惹阿玉生气了？人家陈玉条件那么好，你就不能让着点？我听不下去，直接按了挂断键。明明被背叛被抛弃的人是我，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怪我？我点开微信，对着通讯录里本该来参加婚礼的宾客名单一个一个发去道歉消息，抱歉婚礼取消了，给大家添麻烦了。指尖划过屏幕，想起前阵子我还在朋友圈晒我们的合照，拍好的结婚照，定制的烫金请帖，甚至炫耀过那枚钻戒。现在再看那些动态，全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料。还好万幸中的万幸，我们还没去民政局领结婚证，没让这场荒唐的感情多一张法律上的笑话证明。看着回复里清一色的别难过会好的，我心里清楚他们转头说不定就在议论，你看顾渊平时那么高高在上桀骜不驯的，现在还不是被人甩了？是啊，我一直想活得体面，想证明自己不是没人要的小孩，可最后还是输了，输得一塌糊涂。更可笑的是，当初是陈玉你 PM 先追的我啊！我从小就不信爱情，因为我爸妈的婚姻除了争吵就是冷战。高中那年，我爸赌光了家里所有积蓄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我妈终于忍无可忍和他办了离婚。从那以后，我跟着我妈姐在出租屋里过了好多年省吃俭用的穷苦日子，直到后来我妈找了稳定工作，日子才慢慢好转。也正因如此，从初中开始，我就给自己立了规矩，绝不谈恋爱，不想再重蹈爸妈的覆辙，更不想让别人看见我骨子里的自卑。就算有男生拿着情书捧着奶茶追我，我也只会冷冷地说别浪费时间，把所有人都拒之门外。直到我遇见陈玉，他是第一个没被我的冷漠吓跑的人。图书馆里，他会趁我低头看书时，悄悄把橘子糖和写着今天也要开心的小纸条放在我桌角。下雨天，他从不跟我打招呼，只把一把印着小雏菊的伞靠在我自行车筐边，自己淋着雨跑远。他还在我生日那天红着脸跟我说，顾渊，我会永远对你好，不会让你受委屈。就是这些细碎的温柔，一点一点融化了我心里的冰。我以为自己终于遇到了能托付的人，一步一步沦陷在他织的梦里，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这梦会碎得这么彻底，最后只留我一个人对着空荡的房间发呆。还记得陈玉向我求婚那天，他单膝跪地举着戒指说，渊渊嫁给我吧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。我当时哭着点头，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，以为终于等到了我的真命天子。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眼泪真是白流了。婚礼前夜，未婚夫抛下我逃婚去找他的白月光，可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在嘲讽我，好像我才是那个背信弃义的负心人。就在我对着镜子发呆时，门铃突然响了，门外传来快递员的声音，你好，顾渊女士，您的婚纱到了。我打开门，看到那套挂在防尘袋里的婚纱，胸口的水钻在灯光下闪着光，我忍不住冷笑一声。当初陈玉还说这辈子就结一次婚，怎么能租别人穿过的，非要花重金给我定制这套独一无二的婚纱，说要让我成为最特别的新娘。现在呢，新郎跑了，婚纱到准时到了，可买都买了，不穿白不穿。我换上婚纱，对着化妆镜给自己化了个精致的妆，眼线没花，睫毛没晕。可当我站在全身镜前，看着穿着婚纱的自己时，却发现眼泪早就流不出来了，心里只剩一片密密麻麻的悲哀，像潮水一样裹着我。我穿上那双期待了很久的水晶婚鞋，推开门走了出去。既然没人娶我，那我就自己穿一次婚纱，走一次这条本该通往婚礼的路。我佯装潇洒地走在大街上，路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，有人小声议论这姑娘怎么穿着婚纱逛街啊，有人拿出手机拍照，我全当没看见，径直走到街角那家常去的小吃摊坐下。老板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，笑着问我，小姑娘今天结婚啊，看你穿得真漂亮。我抬起头对着老板扬起一个大大的笑容，声音却没什么温度，但是新郎跑了。老板愣了一下，脸上的笑容僵住，连忙说抱歉啊姑娘，然后赶紧转身去招待其他客人，生怕再戳我痛处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影突然坐在了我对面，我没抬头，只想安安静静吃碗面，随口说到这儿有人了，可对方没走。
反而用一种低哑又带着点磁性的声音问我：“听说你被新郎甩了？”我心里一紧，这人怎么这么没礼貌？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我不满地抬起头，刚想骂一句关你屁事，可看到他脸的瞬间，脏话硬生生咽了回去。他长得真的很好看，眉骨高挺，眼窝深邃，黑色衬衫领口松开2颗扣子，露出一点锁骨，可他的眼神却像深潭，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危险气息。接着他勾起唇角，露出一个近乎诱人的微笑，开口说道：“我正好缺一个新娘。”我瞬间屏住了呼吸，手里的筷子差点掉在桌上。他却像没事人一样，把一双干净的筷子递给我，面不改色地补充了一句：“我们结婚吧。”那你这人是神经病吧？我一脸懵逼地看着他，脑子里全是他是不是骗子，是不是人贩子的念头，可还是强装淡定地嗦了一口面，试探着问：“你是人贩子吗？现在骗婚都找你这么帅的人了。”没想到他非但没生气，反而低头轻笑一声，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烫金名片递给我，声音里带着笃定：“我是认真的，我知道你雇冤。”说完他站起身，转身走向路边一辆黑色的迈巴赫，车门打开时我还能看到车内的真皮座椅，那一看就是很贵的车。他走了，只留下我一个人在风里蒙圈。我拿起那张名片，一开始还带着不屑的语气念：“海事集团总裁温逸川。”念到一半，我的声音突然戛然而止，手里的名片差点掉在地上。海事集团就是那个在全国都排得上号的商业巨头，是我知道的那个，连我们公司都想合作的海事集团。距离陈玉逃婚已经过去2周了，我每天按时吃饭，甚至比以前还多吃半碗，在别人眼里好像早就把这事翻篇了。闺蜜宋思宁坐在我对面，把奶茶推到我面前，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。“你真的没事吗，渊渊？我看你这几天眼底都有青黑了。”我笑着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，指尖碰到她微凉的发梢，语气尽量轻快：“真没事，你看我最近吃的多香，连减肥都懒得减了，胖点才可爱嘛。”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每个深夜我都睁着眼睛到天亮，枕头边的手机亮了又暗，总忍不住想点开那个早就拉黑的号码。我不敢告诉思宁，我怕我的脆弱会变成她的负担。她已经陪我走过最难的日子了，我不想再麻烦她。就在这时，思宁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，手指绞着衣角：“渊渊，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，我那天碰见陈玉了。婚礼前夜，未婚夫抛下我，逃婚去找他的白月光，原因就是他的白月光坏了他的孩子。没想到还我还没结婚，就被种了一片青青草原。”陈玉2个字像一把锤子，瞬间砸碎了我这2周强撑的所有坚强。我浑身的血仿佛一下子冷了，指尖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，声音发紧：“他在哪儿？”思宁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就在我家楼下的超市，我看到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。”本来我想冲上去骂他渣男，可那女人的肚子有点显怀了，我怕刺激到你，就没敢告诉你怀孕，哈哈。我盯着桌上的奶茶，水珠顺着杯壁往下流，像眼泪一样。我一直以为他只是在结婚前一天临时背叛，可原来在我还抱着他或许有苦衷的幻想时，他早就和别人有了孩子。我算什么一个自作多情，还在原地傻等的小丑吗？眼泪再也忍不住，顺着脸颊砸在奶茶杯上，溅起小小的水花。我攥紧拳头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我要报复他，我要让他知道，甩了我不是结束，是他后悔的开始。我翻出抽屉里那张被我揉得皱巴巴的名片，指尖捏着边缘拨通了那个号码。电话接通的瞬间，我深吸一口气：“你上次说的话还作数吗？”对面沉默了半秒，那道冷冽又带着磁性的嗓音传来，字字笃定，从未失效。咖啡厅的包厢里，温逸川的秘书把一份厚厚的文件推到我面前，指尖划过纸页，发出轻微的声响：“顾小姐，这是婚前协议书，请您过目。”我端起面前的咖啡抿了一口，滚烫的液体划过喉咙，却压不住心里的紧张。我的腿在桌子底下不争气的发颤，连咖啡杯都差点碰到碟子。温逸川坐在对面的沙发上，指尖轻轻敲着桌面，挑了挑眉，目光里带着点玩味：“顾小姐不必这么紧张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”我放下咖啡杯，直视着他的眼睛，开门见山：“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找我。”他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我，嘴角扬着一抹让人猜不透的笑：“因为你很特别。”“特别？哪里特别？”我追问，心里满是疑惑。他却似笑非笑地靠回沙发，语气里带着点调侃，又像在嘲讽。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新婚前一天被甩，还能穿着婚纱去吃路边摊的。我嘴角抽了抽，指甲掐进掌心，才忍住想拍桌子的冲动。就仅仅是这个原因吗？当然不止。他突然往前凑了凑，距离近的我能看清他眼底的笑意。但我现在不想告诉你，结婚之后你就慢慢知道了。我看着协议书上的白纸黑字，脑海里突然闪过陈玉那张虚伪的脸。他说会一辈子对我好，说我是他的唯一，恨意瞬间涌上心头。我拿起笔，笔尖用力到几乎划破纸，在签名处写下顾渊2个字。温逸川看到签名，微微点头：“好的，顾小姐，我会严格遵循条约，希望你也能做到。”我心里清楚，我对他来说不过是煤气，他不想接受家里的联姻，就找我这个需要帮助的女人当挡箭牌，找一个不管他好控制的人，无所谓，各取所需罢了。我能拿到钱，能让陈玉后悔，他能摆脱家族束缚，不用做什么忠诚丈夫。可下一秒，温逸川的话让我差点喷出口中的咖啡。那我们明天就去领证。我震惊地看着他，什么这么快？协议书上根本没写这条，他却一脸理所当然，轻飘飘地说新加的。我心里暗骂这是什么流氓操作，可他根本不给我反驳的机会，靠在沙发上慵懒地补充：明早10点我来接你，顾小姐不准临阵逃脱。婚礼前夜未婚夫抛下我，逃婚去找他的白月光后，我去给霸总做合约妻子。我领证了
了红本本攥在手里硬邦邦的，可身边站着的人却不是那个陪了我5年说要娶我的陈玉。从他逃婚到现在不过1个月，我就和一个只认识几天的有钱人领了证，说出去都像个笑话。民政局的拍照区，我和温逸川隔着能塞下一个人的距离，僵硬的站着，连摄影师都忍不住吐槽：你们这对小夫妻咋回事啊？靠近点，别跟隔了条河似的。温逸川缓缓往我这边挪了一步，他身上淡淡的雪松香味飘进我鼻子里，胳膊不经意擦过我的手臂，我瞬间绷紧了身体。两口子笑一笑啊，别这么严肃。摄影师又催了一句，我扯着嘴角挤出一个笑，温逸川也微微勾了勾唇，一张尴尬到能抠出31厅的结婚照，就这么拍好了。我看着手里的红本本，心里酸得发涩。今天本来是我和陈玉约定好领证的日子啊，以前我们还开玩笑说要在领证这天吃遍民政局门口的小吃摊，可现在什么都变了。突然想起什么，赶紧掏出手机拍了张结婚证封面，编辑文案兜兜转转还是你。点击发送的瞬间，我心里冷笑，陈玉你不是有白月光吗？那我就让你看看，我也能找到比你好100倍的人。果然没过5分钟，微信和电话就炸了，思宁的尖叫声从电话里冲出来，啊，渊渊你疯了吗？你跟谁领证了？我没法跟他3言2语说清，只好哄着下次见面我跟你全盘托出，别着急。这时母亲的电话也打了进来，我看着屏幕上妈妈2个字，想起那天他骂我丢过家的脸的样子，心烦的直接挂断了。就在我愣神的时候，温逸川的声音传来，顾小姐。他顿了顿，目光落在我脸上，带着点笑意，还是我该叫你老婆了。我瞬间慌了，舌头都打了结，神什么老婆，我们就是合约夫妻，别乱喊。顾渊啊，顾渊你怎么这么没出息？温逸川看着我尴尬的样子，眼底的笑意更浓了，微微侧头，那叫渊儿这个称呼怎么样？我实在忍无可忍，提高了点声音。温逸川别闹了，他这才收回笑容，正经起来。好了，不逗你，明天有个任务去见爷爷，海氏集团的董事长。我瞬间攥紧了一脚，手心全是汗，让我在那样的大人物面前演恩爱夫妻，我怎么可能不紧张？2周前我还只是个挤地铁上班的普通打工仔，现在却要当海氏集团的少夫人，这落差大得让我心慌。去吃饭吧，温逸川突然说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还用做样子吗？他瞥了我一眼，语气带着点理所当然，顾小姐我是甲方，甲方最大是吧？我虚伪地冲他抛了个笑容，好的温少，都听你的。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家餐厅碰见陈玉，更可笑的是我刚好撞上了他们的同学聚会，而作为曾经和陈玉形影不离的准新娘，这场聚会没有一个人邀请我。餐厅里的笑声格外刺耳，那个大学时就处处针对我的女生先看到了我捏着玻璃杯走过来，阴阳怪气地说，好巧啊，顾渊你也来这儿吃饭是一个人吗？我知道他在嘲讽我，却没理他，目光落在餐桌旁一言不发的陈玉身上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是啊，我约了人。直玉的一个哥们立刻凑过来，不怀好意的笑，我们刚还在讨论你的朋友圈呢。顾渊你这正扯得也太快了吧，现在真是随随便便就能找个人结婚啊。那个女生立刻帮腔，可不是嘛，有些人啊就是急着找下家，生怕没人要。我看着陈玉的脸一点点沉下去，心里觉得又好气又好笑，明明是他出轨逃婚，现在倒成了我急着嫁，他的哥们还在起哄，什么时候给我们介绍介绍你老公啊，看看有没有咱们玉哥一半帅一半有钱。我咬着下唇，指甲几乎要掐进掌心。我想起以前就是这群人总说我家里穷酸还想攀高枝，说我毕业后的好工作是靠陈玉走关系，把我大学时熬夜刷题跑实习的努力全踩在脚下。到现在我才清醒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陈玉身边是这样的人，他本身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我冷笑一声，盯着他们，你觉得你们配吗？那个起哄的哥们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敢看不起我们？听不懂人话吗？我直直地盯着他，声音冷了下来，我说你们不配认识我老公。他不屑地切了一声，转头跟其他人说，这女的就是装逼，朋友圈那结婚证肯定是 P 的，她哪能嫁什么有钱人？我翻了个白眼，懒得跟他废话。陈玉家那点家底，恐怕连温逸川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就在这时，一双有力的手突然搭在我的肩膀上，带着熟悉的雪松味。温逸川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，含情脉脉地看着我，老婆你怎么在这儿，找你半天了。我心里暗叹这人演技也太好了吧，随即配合着笑，啊就是碰上一群垃圾而已。与 TM 说谁垃圾呢？那个暴躁的哥们就要冲过来，温逸川瞬间拦在我面前，眼神像刀子一样冷，再上前一步就不是警告这么简单了。那哥们嚣张地指着温逸川，你小子还敢威胁我，你算老几？月薪几千啊，这么狂？温逸川低头轻笑一声，抬眼时眼底全是嘲讽，仿佛看一个笑话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月薪。那哥们抱着胳膊笑，连工作都没有还敢装，我就在隔壁海氏分公司上班，要打架随时约。说着还递过来一张名片，我心里暗笑，恭喜你踩雷了。温逸川扫了眼名片，嘴角微扬，拿出手机拨通电话，语气冰冷，把海氏分公司的李某某开了，现在就办。挂了电话，他把自己的名片塞进那哥们口袋里，冷冷地说，明天不用来了。那哥们瞬间呆滞在原地，其他人也傻了眼。温逸川温柔地牵起我的手，语气软下来，我们去吃饭吧，老婆。我仰起头，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容，走吧，老公。我余光瞥见温逸川的眼眸
眸里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又恢复了平静。再看向陈玉，他正死死地盯着我们，眼睛通红，像要喷火。我知道这一轮我赢了。我站在家门口看着温逸川，认真地说：“谢谢你啊，今天帮我解围，明天见爷爷，我会好好表现的。”暖黄的路灯照在他身上，把他的睫毛映得长长的，棱角分明的脸比平时柔和了些。他低下头，目光直直地落在我眼里，声音很轻，做你自己就好，顾渊。不知道为什么他叫我全名的时候，总能让我心尖一颤。我苦笑着低下头，声音发涩：“我已经好久没做自己了，甚至不知道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的。我怕再聊下去会陷入悲伤，赶紧摆了摆手，好了，快回去吧，晚安。不邀请我进去坐坐。”温逸川突然说。果然他正经不过3秒，我翻了个白眼，好走不送。我们可是合法夫妻，他不紧不慢的提醒，是合约夫妻，我强调。他突然抛出一个炸弹：“明天先搬到我家，再去见爷爷。”我差点跳起来，我没答应。合约第1条，服从甲方的任何合理要求。他扬起嘴角，眼里满是你奈我何的笑意。拜托，这哪里合理啊？温逸川慢慢向我靠近，俯下身，带着薄荷味的呼吸扫过我的耳边，声音低沉又温柔，还有晚安，老婆。我僵在原地，心跳快得像要冲出胸膛，耳朵里全是咚咚的声响。看着他深邃的眼眸，我心里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，这个男人太危险了，他好像总能轻易牵动我的情绪。我赶紧伸出手推开他，语气尽量冰冷：“既然是合约夫妻，该保持的距离还是要遵守吧。”温逸川默不作声地看着我，眼神暗了暗，里面是我猜不透的情绪。过了几秒，他才轻轻说：“好，听你的。”他转身离开时，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竟有点莫名的失落。活了20多年，我只真心爱过一个男人，可就是这个人把我变成了世上最大的笑柄。从小到大，在别人眼里我都是个冷漠的人，不是我想冷漠，是我不敢热络。小时候，亲戚们总在我家门外扯着大嗓门说：“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？不如早点嫁人换彩礼，还能帮衬家里。”顾渊就是个拖油瓶，要是个儿子，他爸也不至于赌疯了。每次听到这些，我都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，双手死死攥着衣角，怕我妈真的听了他们的话不要我了。这么多年，我唯一的朋友只有宋思宁。初中时，我爸开始赌博，家里天天吵架，我变得越来越沉默。以前的朋友都慢慢远离我，说我怪吓人的。只有思宁，不管我多安静，都能叽叽喳喳跟我讲半天。他会把辣条掰成2半，1半塞给我，会把新买的橡皮切成2块，1块递到我手里，会在我蹲在操场角落想家时，坐在我身边说我陪你。只有在他面前，我才敢露出一点笑容。我总问他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他每次都笑眯眯地揉我的头发，因为你长得好看呀。我想跟好看的人做朋友，我知道他是骗我的，可每次都能被他逗笑。多亏了他，我才算平静地度过了初高中。大学时，我和思宁分隔两地，孤独感又找上了我。我发现自己好像失去了交朋友的能力，也觉得这辈子有思宁一个朋友就够了。我总是独来独往，去图书馆、去食堂、去上课都一个人，像和其他同学隔了一道海平线。有男生追我，被我拒绝几次后，就恼羞成怒地把情书扔在我桌上。你摆什么架子，真以为自己了不起？我就是无聊才追你，你这样的女人不过如此。现在想想，那些追求不成反泼脏水的人，真的很可笑。就在我以为大学生活会这么孤独的过去时，陈玉出现了。他是唯一一个没被我的冷漠吓跑的人。他会在图书馆悄悄递给我热牛奶，会在下雨天把伞塞给我，然后跑回宿舍，会在我跟思宁打电话说想家时，红着脸递来一包纸巾。我不是故意偷听的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你不是一个人。他还跟我讲他的初恋，说那都是过去式，以后只想对我好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个他口中的过去式，会在多年后毁了我的生活。因为陈玉，我慢慢变得开朗，开始愿意跟同学聊天，愿意跟别人分享心事。我知道他帮了我很多，教会我怎么跟人相处。他的人缘好到我这辈子都望尘莫及。那时候我攥着他的手，在心里发誓，这辈子我一定要用尽全力对他好，绝不辜负他的温柔。可现在想想，那时候的誓言多像一个笑话啊！第二天站在温家别墅门口，我脚趾都在偷偷打颤。说真的，我真想转身跑回家，假装这场见家长根本不存在。温逸川站在我身边，看着我攥得发白的衣角，笑着问：“你很紧张？”废话，谁家富豪会同意唯一的孙子娶我这种来路不明的女人？我强撑着扯出一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，哈哈，怎么会呢？我就是有点冷。他抬手轻轻拍了拍我的头，掌心的温度透过发丝传过来，声音很轻：“放心，老爷子没那么恐怖，信你才有鬼。”我心里吐槽，可还没等我再纠结，他温热的手突然牵住了我的手腕，指腹有力，带着让人安心的力度。走吧，月儿。我瞬间清醒哦，演戏开始了。推开大门，客厅里的老爷子已经坐在红木沙发上等着了，手里捏着茶杯，眼神锐利的像能看穿人心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把温逸川准备好的礼品放在茶几上，声音硬邦邦的：“初次见面，我是顾渊逸川的妻子。”老爷子这才缓缓转过头，表情严肃的让我更紧张。我赶紧挤出标准的营业微笑，生怕哪句话说错。多大了？他开口问。马上26了。我答得飞快，心脏还在狂跳。可下一秒，老爷子皱起眉，语气沉了沉：“我是问孩子多大了？”啥孩子？我当场懵了，眼睛瞪得溜圆，猛地看向温逸川：“你这个男人到底背着我干了什么？”他却冲我笑了笑，一把搂住我的肩膀，还轻轻把掌心贴在我的肚子上，对着老爷子说：“爷爷现在还不能说呢，得给您个惊喜。”我张着嘴想解释，可话到嘴边却像被堵住一样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老爷子叹了口气，放下茶杯：“既然孩子都有了，你们俩就好好相处，别让我操心。”我只能皮笑肉不笑的点头，脑子里全是完了，这谎怎么圆？后面的事我都记不太清了，不知道怎么陪老爷子吃了晚饭，不知道他怎么和我聊起婚礼要办得风风光光，更不知道温逸川那家伙全程憋着的得意笑容有多欠揍。走出温家大
大门，我再也忍不住，狠狠拍了他一掌。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。他却一脸无辜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是爷爷先误会的，我总不能当场拆穿让他生气吧？你也不能骗老人家啊，到时候他满心欢喜，结果发现是假的，多伤心。我越说越气，会这样吗？顾渊他突然收起笑容，眼神认真的看着我，看得我心里发慌。没等我反应，他又俯下身盯着我的眼睛，说好的今天搬去我家，你怎么没兑现承诺？我没答应，我撇过头。可是过几天爷爷要来我们家视察，他扬起嘴角，一副你奈我何的样子。我气得使劲捶了他胸口一下，你太过分了。他却笑着抓住我的手，明天会有人去帮你搬行李，别想逃。我真是瞒不过这个腹黑的男人。今天是和温逸川同居的第一天，我站在卧室门口看着偌大的房子，心里满是这日子可怎么过得哀嚎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我一接通，陈玉那熟悉到让我恶心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：渊渊，我好想你。一阵反胃感涌上喉咙。陈玉，你说出这种话，良心就不会痛吗？我强压着骂人的冲动。陈玉，求你别恶心人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他的语气近乎哀求。呵呵，机会给你机会，我受了那些委屈就能消失吗？我冷笑一声，打开免提，拿着手机走进温逸川的书房，正好让他看看他的合约妻子有多受欢迎。我把手机递到温逸川面前，陈玉还在那头没完没了。渊渊，求你了，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，别不理我。我知道你结婚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温逸川的脸瞬间黑了，眼神冷得像冰，终于忍不住开口，这位先生，请问你大半夜骚扰别人的妻子合适吗？陈玉愣了一下，你是那天那个男人，如果你有事情直接来海氏集团找我，别再给我的妻子单独打电话。温逸川的声音里带着怒意。还有你说什么都能给他，你觉得我给不了他，还是你认为你的资产能和我比？等你做到我这个位置再来说这句话吧。说完他啪地挂了电话。我看着他突然觉得有点好笑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他说这么多话，第一次见他快生气的样子，竟然有点可爱。我一脸坏笑的坐在书桌上。温少，你不会是吃醋了吧？他站起身，突然搂住我的腰，力道大的让我靠在他怀里，能听见他略微急促的呼吸。毕竟我的妻子大半夜和别的男人通话，我生气也不是应该的吗？我没有单独和他聊，我这不来找你了吗？而且是他主动打给我的。我赶紧反驳，心跳却不受控制的加速。那也要惩罚他搂得更紧了，今晚你得和我一起睡。滚！我卖艺不卖身。我用力推开他，脸颊发烫。温逸川低头浅笑，眼神里带着点戏谑。你是怕我对你做坏事？我撇过头，毕竟我可不相信你的人品。下一秒，一阵温热突然落在我的脖子上，他竟然轻轻吻了我一下。轮伴离开时，他抬起头，眼神深邃。你确实不能相信。我瞬间僵在原地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那天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温逸川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他喝多了，可我没闻到酒味啊？难道是我太漂亮，他把持不住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见过的美女多了去了，我算什么？可越想越不对劲，我竟然一点都没在意陈玉说的话，一点都不好奇他为什么突然找我，一整晚都在想温逸川那个吻。我猛地坐起来，心里警铃大作。顾渊，你危险了，不能再让这个男人占据你的脑子了，你们只是合约夫妻啊。天醒来，我果然顶着2个巨大的黑眼圈，镜子里的自己憔悴得像被吸了精气。我疲惫地坐起身，下一秒一阵浓郁的香味飘了过来，是海鲜粥。我瞬间清醒兴奋地跑出房间，就看见温逸川系着围裙在厨房忙碌的背影。这个身价亿万的总裁竟然会自己做饭。我想起陈玉，那家伙以前连碗都不愿意洗，更别说做饭了。我轻轻走过去，盯着锅里冒着热气的粥，一脸期待有我的份吗？他头也不回，语气冷漠没有。粥果然是冷漠无情的资本家。我失落地转身，那我上班去了，过来端饭。他突然说，我立刻转身跑过去，笑得像个拿到糖的小孩。来啦来啦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狠心。要知道海鲜粥可是我的最爱啊！我捧着碗正吃得开心，温逸川突然开口，昨天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昨晚那个吻的画面就瞬间涌入脑海。我手里的勺子一抖，粥差点洒出来，救命！我本来都忘了这茬了。我赶紧挤出一个笑容，假装毫不在意，嗨嗨，昨天那就是个意外。我知道你就是一时冲动。你是从哪里得出意外这个结论的？他皱起眉，仿佛觉得不可思议。就成年男女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不都容易那个吗？我结结巴巴的解释，脸越来越烫。我可不是随便的人。他的脸色沉了沉，好像有点生气。哎呀，我就是随口说说，就是想表达我理解你。我赶紧打圆场。他盯着我看了几秒，眼神里竟然有一丝期待。那你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说什么？我一脸茫然。我该说什么啊？说谢谢你的吻，还是说再来一个？再见我没反应，轻轻叹了口气。没什么。吃完饭后，他竟然主动拿起我的碗，走进厨房洗碗。什么情况？不用我洗碗的吗？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不禁感叹，这么温柔又多金的男人，肯定有很多女人爱吧。如果不是因为这场合约婚姻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和他有交集，更别说享受他的温柔了。可我也清楚他对我好，不过是在演好丈夫的戏码，不能当真。正想得出神，温逸川走过来，外面下雨了，待会儿我送你去上班。我点点头，心里有点暖。不得不说，他这个好丈夫的角色确实演得很到位。在车上我们俩都没说话，窗外的雨声敲打着玻璃，气氛安静的有点尴尬。我看着他专注开车的侧脸，突
突然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面对他。我从没告诉过他我嗓子经常不舒服，可他下车时却递给我一个保温杯，里面是我最爱喝的桔梗茶。我从没告诉过他我下班时间，可我每天走出公司大门，总能看见他站在车前等我。落日的红光洒在他身上，好看的像画。我真的迷茫了，这个人有必要把戏演到这种地步吗？可经历过陈玉的背叛，我再也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了，哪怕他的温柔再真实，我也怕这只是另一场骗局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躲着温一川。他每天晚上回家，我听见开门声就立刻躲进房间。如果他比我早回家，我就赶紧打个招呼，然后以还有工作要做为借口溜回房间。他好像也发现了我的不对劲，可从来没主动问过，只是依旧做着好丈夫该做的事。每天早上把海鲜粥端到我面前，把泡好的桔梗茶装进保温杯。每天下班准时出现在公司楼下，偶尔忙的时候也会让司机把我安全送回家。每天晚上还会问我明天想吃什么，把我的喜好记得清清楚楚。我慢慢沉迷在这种温柔里，有时候会恍惚，我好像真的是他的妻子，我们过着普通夫妻的生活。可这份平静还是被陈玉打破了。那天下午有人送了一束红玫瑰到我办公室，我下意识的以为是温一川送的。这家伙怎么突然搞起浪漫了？我抱着花，心里有点小期待，想着下楼说不定能看见他。可走到楼下，我看见的不是温一川，而是那个让我恶心到骨子里的人。陈玉，我立刻低下头，想装作没看见，直接走过去。可他却冲上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声音急切：渊渊，你听我解释，之前的事都是误会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周围的同事都在往这边看，指指点点的，我实在招架不住。为了不引起更多八卦，我只能咬着牙跟他去了公司旁边的咖啡厅。坐下后，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说吧，你想解释什么？陈玉低着头，眼泪一滴一滴砸在裤子上，看起来委屈极了。我却只觉得厌恶，这又是哪出戏？鳄鱼的眼泪吗？渊渊，我一直爱的人都是你。他突然抬起头，眼睛通红。我冷笑一声，你爱我？那你结婚前一天悔婚。你爱我，那你让别的女人怀了你的孩子。陈玉，你的爱太贵重了，我受不起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他急忙摇头，是那个女人骗我的，她骗我说怀了我的孩子。我不想做不负责任的人，所以才……我越听越觉得离谱，看着眼前的男人只觉得陌生。所以你是想告诉我你出轨了，和别的女人发生了关系，但是你不爱他，只爱我。然后他骗你说怀孕了，你为了负责任就甩了我，结果发现自己被骗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那天就是和兄弟们碰到他，一起喝了点酒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干，可他非要说是我的孩子。结婚前一天那条分手短信也是他发的，我当时太慌了，才没来得及跟你解释。渊渊，我真的对不起你。他还在哭，说的声泪俱下。我看着他，突然觉得好笑，他不会真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他吧？他把我顾渊当成什么了？那种会为了他回头的自卑又掉价的女人吗？够了，陈玉，我打断他，语气冰冷。你以为我还在乎你的那些破事吗？我已经结婚了，而且我很爱我的丈夫。他听到这话，脸色瞬间变了，咬牙切齿地说：你这么快就找到下家，还是个有钱的，你是不是早就预谋好了？果然这才是他的本性。不好意思，出轨这种掉价的事我做不来，也就只有你这种烂人才会乐在其中。我站起身想走，他却抓住我的手腕，红着眼眶看向我手里的花。那你为什么要收我送的花？你明明还在乎我。真是晦气，我直接把花束砸到他脑门上，扬起一个大大的笑容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是你送的，这么晦气的东西还是还给你吧。对了，祝你们一家三口长长久久哦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再也没回头。走出咖啡厅的那一刻，眼泪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，不是为陈玉，是为曾经那个眼瞎的自己，为那段被浪费的青春。我蹲在路边，突然特别想见温一川，想扑进他怀里哭一场。就在这时，一双熟悉的皮鞋出现在我眼前，我抬头就看见温一川站在我面前，眼神里满是担忧。我再也忍不住扑上去抱住他，放声大哭：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紧紧搂住我，声音温柔：是我不对，来晚了，下次不会了。明明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却还是在跟我道歉。我哭得更凶了。温一川，你到底凭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真的不想再误会了，不想再把你的温柔当成戏，可我也怕这又是一场会让我受伤的骗局。回到家，气氛莫名的尴尬，我蜷缩在沙发上，手指飞快地敲着手机屏幕，跟思宁疯狂吐槽陈玉有多渣，恨不得把他的光荣事迹全说出来。可一抬头正好对上温一川的视线，我赶紧放下手机，心里哀嚎：顾渊啊，顾渊，你怎么这么丢人？昨天还扑在人家怀里哭，今天怎么面对啊？我想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继续刷手机，可温一川却走了过来，坐在我旁边，语气平淡地问：你是因为那个前未婚夫哭的吗？他怎么会知道？我愣了一下，还是老实点头，算是吧。有必要吗？就为这种男人？他的语气突然冷了下来，带着点嘲讽。我心里有点不舒服，被甩的人不是你，你当然觉得没必要。我抬头瞪着他，你如果做不到感同身受，就不要在这里阴阳怪气。我和他相处了好几年，以为是真爱，结果发现自己像个傻子，换谁不难受？这是我第一次认真的对他。不好意思，我确实无法理解你这种行为，明知他是这种人还对他念念不忘。他继续嘲讽，眼神里满是你很蠢的意思。谁念念不忘了？我瞬间懵了，我没有念念不忘，我只是觉得自己以前太傻了。但你刚才在沙发上不是在跟他聊天，想挽留他吗？他咄咄逼人，语气里带着怒意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他竟然以为我刚才疯狂敲键盘是在和陈玉求和。Excuse， 他把我顾渊当成什么人了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是在跟思宁吐槽他。我没好气的解释，心里又气又委屈。那是怎样？他的语气还是很冲。和你有关系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想和他对着干。明明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，却偏偏不想说。顾小姐，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，你现在已经结婚了。他的声音沉了下来，反正也是假的婚姻，
我没必要事事跟你报备吧？我故意加重合约夫妻4个字，想看他生气的样子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各玩各的，互不干涉？他挑了挑眉，眼神里满是失望，仿佛觉得我无可救药。你想怎么玩，我也无权干涉，毕竟我们是合约夫妻。我继续嘴硬，可心里却有点慌。我好像说了不该说的话。温逸川沉默了几秒，突然站起身，背对着我，声音低沉，说我越界了，对不起。他的背影看起来很落寞，看得我心里一紧。我突然想起，我曾发誓再也不相信任何人，再也不陷入感情。可面对温逸川的温柔，我还是忍不住心动了。无数个夜晚，我都想把曾经那个愚蠢的自己杀死。可现在我好像又要犯错了。我知道我没有退路了。我站起身，慢慢走过去，从后面抱住他的腰，脸贴在他的背上，声音有点发颤。我不想和你做合约夫妻。我刚才说的话都是违心的。他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，过了几秒才缓缓转过身，伸出手轻轻捧住我的脸，眼神认真又温柔。顾渊，我喜欢你，你喜欢我吗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里面满是我的倒影，心里的答案越来越清晰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踮起脚尖吻了上去。下一秒，他紧紧抱住我，吻得比我更用力更深情。原来这份感情从来都不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。今天是我和温逸川举行婚礼的日子，我穿着洁白的婚纱站在红毯的一端，看着远处那个穿着西装眼神里只有我的男人，心里满是幸福。我邀请了所有人，包括陈玉，他来不来祝不祝福我都不重要了。我对他的感情早就在某个瞬间彻底释然了。我只是想让他看看没了他，我顾渊依旧能过得很幸福，甚至比以前更幸福。我也想让所有人看看，我终于遇见了一个眼里真的只有我的男人，一个会把我宠成公主的男人。慢慢的往前走着，一步一步走向那个我想陪伴一生的人。曾经我无数次幻想过自己结婚的模样，红毯鲜花爱人，可陈玉的背叛让我把所有幻想都打碎了。我以为我再也不会相信爱情，再也不会期待婚姻，可温逸川的出现却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。终于我走到了他的身边，他伸出手紧紧握住我的手，掌心的温度让我安心。他的眼里只有我，我的眼里也只有他，周围的一切好像都成了背景。他轻轻抬起手，用指腹擦去我眼角的泪水，那是幸福的眼泪。然后他慢慢俯下身，在我耳边轻声说，我爱你顾渊，你还记得8岁那年跟你一起玩的那个爱哭鼻子的小男孩吗？听到这话，我得记忆突然涌现。8岁那年班上来了一个转校生，被全班同学孤立，只有我愿意跟他一起玩，那是我仅有的一段快乐童年。只可惜1年之后他又转校走了，我又变成了一个人玩的日子。没想到18年以后他又找到了我，我笑着流泪回握住他的手，原来最好的归宿有可能在很早之前就注定了。